有人说，多么希望有一天突然惊醒，发现自己是在高一的一节课上睡着了。现在经历的一切都是一场梦，桌上满是你的口水。老师揪起你的耳朵，叫你好好听课。你看着窗外的球场，一切都是那么熟悉，一切还充满希望。炎热的夏季过去了，开学季、教师节紧随而来。每到这个时候，总是容易触景生情，回忆起学生时代的种种往事，想起经常上学迟到的同桌，和我一样爱玩又害怕开家长会的好友，再怎么努力也追赶不上的学习委员，还有春风化雨、芋桃里的老师们。欢迎来到深夜治愈所和 QQ 音乐情感专区合作的教师节特别企划，本节目由 QQ 音乐独家播出。东经122度，北纬31度，我在中国上海，你在哪里？嗨，子静，我是思瑶，我在东北，祝大家晚安。我是米粒，我在安徽，祝大家晚安。嗨，子静，我是小文，我在甘肃陇西，祝大家晚安。嗨，你好，我是子静，这里是深夜治愈所，我和你的治愈星球。前两天和一个小学同学聊天，他跟我分享了他自己小学时候的经历。他说，记得小学的时候因为贪玩，自己成绩很不好，而且还经常犯小毛病，要么忘记写作业，或者忘记带本子，要么控制不住上课走神，或者打瞌睡，是那种让老师头疼、同学讨厌、家长们都不喜欢的孩子。他说和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，因为我那个时候啊，是班上的班长，而且还是大队委，在这里一点都没有炫耀的意思。可是那个时候，我却偏偏很喜欢跟这位同学交朋友。他跟我说，当时他自己慢慢接受了自己就是差学生的事实，心思都在放学去哪玩，然后越来越讨厌上学。6年级的时候，我们学校来了一位马老师，教我们语文，年轻而且教学很有一套，很快就和同学们打成了一片，大家都特别喜欢上他的课，即使不是他的学生，没上过他的课，都非常崇拜他。我的这位同学也开始变得喜欢上语文课了，但是因为底子差，上课他从来都不敢举手。有一次语文课上，马老师发现了蜷缩在教室后排的他，让他回答问题。他很不自信地站起来，支支吾吾半天没说出什么，遭到了全班同学的嘲笑。马老师却并没有指责他，反而跟我们说他很喜欢这位同学，因为他小时候就和这位同学很像，内向不自信，相信这位同学有一天也一定会发光的。从那一刻起，我的这位同学就不再那么讨厌自己了，而且觉得自己很有前途，幻想自己以后是不是也能成为像马老师那样受人喜欢和崇敬的人。那次发言后，同学们对他的态度也发生了很大的转变，大家不再嫌弃和排斥他，反而会叫他马老师的童年，而每一次他们这么叫，都像是给了他一个正向的暗示。他跟我说，当时我就觉得我不再是丑小鸭了，我总有一天会成为天鹅。作家桌子曾经写过这样一段话，在我们小的时候，都曾经被一位老师影响过，他们的一个夸赞，一个鼓励，一个关注，很有可能会唤醒我们内心的种子，改写一生。当代著名作家、散文家林清玄也遇到了这样的老师。林清玄小的时候成绩很差，有一天一位老师邀请他去家里吃晚餐，饭后老师语重心长地对林清玄说，我教书50年，
我用我的生命向你保证，你将来一定会成功。从来没有人这么了解他，从来没有人用生命向他保证一定会成功。林清玄忍不住的热泪滚滚。那个时候，他在心里就暗暗发誓，一定要努力学习，出人头地。他像是被唤醒了内心种子的人，异常努力。小学3年级就立志当作家，小学开始每天写500字，初中写1000字，高中写2000字，大学写3000字。他一直坚持了下来，到现在已经出了131本书。善于鼓励人的老师总是让我们印象很深，同样那些严厉的老师也是。电影《老师好》里，于谦饰演的苗老师是很多人学生时代最讨厌的那一类老师，对学生的严厉近乎苛刻。在电影里，一个别着斧头的小混混被他赶出了教室，2个抽烟的男同学被他抓了个现行，罚站了一整天，一个武侠迷被他没收了所有小说。可就是这样一位不近人情、严肃古板的老师，却惹红了很多人的眼眶。如果不是苗老师一次又一次地给予他们锋刀双剑般的批评和惩戒，并不辞辛劳地帮助他们改正错误，或许当他们踏入社会后，会吃更大的亏，做出更多后悔的事。电影的最后，我们可以看到小混混变成了积极阳光的有志青年，抽烟喝酒打架的男同学成为了善良勇敢正能量满满的好学生，武侠迷放下了手中的小说，多年后走上了讲台，拿起了教科书。在校园里，我们行差踏错的每一步都有往回走的机会。有幸遇到一个严厉的老师，能够及时指出问题并帮助我们改正，是多么幸运的一件事。电视剧《少年派》中有位老师的话让我印象很深刻，他说，我也想说服自己，何必那么不近人情呢？你玩你的手机，我念我的经，眼不见为净。你将来大富大贵，也不会带我分钱，你将来成为阶下囚，也赖不着我。可是我还是说服不了我自己，我站着，你们坐着，我讲课，你们听着，你们喊我一声老师，我就得对得起这个称呼，对得起这个职业。后来才知道，老师的无视才是对学生最可怕的惩罚，而那个管你最严的老师，才是爱你最深的人。我很喜欢这样一句话，每个孩子都是一颗花的种子，只不过花期不同。有的花一开始就灿烂绽放，有的花需要漫长的等待。不要看着有的花怒放了就特别喜欢，还没动静的花就不管不顾。你一定要相信，是花都有花期的，就算有的种子永远不会开花，它也可能是一棵参天大树。这期节目的最后，我有一个小私心，我想把这期节目送给我的一位高中英语老师赵老师。我和赵老师是最近这2年在微博私信里重新加上微信的。我记得很清楚，高一那年他是我们班的英语老师，那年他也刚工作没多久。我记得他喜欢把自己的马尾辫扎得高高的，看起来像一个大姐姐。除了上课的时候略显严肃，像个老师的样子，私底下和我们一起玩的时候，一点老师的样子都没有。我这么说，希望他不会生气啊。高中3年其实是我学生生涯的低谷期，面对堆积如山的书本和一关又一关的考试，真的有一点喘不过气来。赵老师只教了我1年，但那1年我却很快乐。我们私底下会加 QQ 好友聊天，节假日会去 KTV 一起唱歌，他还会和我们分享好看的美剧和有趣的综艺节目。
康熙来了就是他当时介绍给我的一个台湾综艺。虽然这个节目的尺度吧，对于当时一个高中生来说着实有点大，但是我想冥冥之中也成为了我后来作为一个主持人的启蒙吧。我其实特别感谢赵老师。前不久呢，赵老师给我发了一个私信，他说：子敬啊，我有一个不情之请，我刚带毕业的这个班里有一个孩子特别有才，自己作词作曲演奏录制了一首歌，如果有可能的话，能不能有机会在你的节目里播放一下呢？你看，赵老师就是这样一个老师，他总是能发现一个孩子身上最闪光的地方，然后想尽办法用自己的能力让更多人可以发现他的才华，为他鼓掌。有人说，老师就像灯塔，哪怕这束光有点微弱，但对我们来说都是前行的希望。今天这期节目的最后，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位同学的作品吧。他名字叫做徐博言，这首歌叫做《幸福药》。我也想对这位徐同学说，你真的很棒，在你的这首歌里，我们都听到了幸福的样子。希望你对音乐的梦想能够坚持下去，有朝一日成为赵老师和我们大家的骄傲，加油！最后，在教师节就快要来临之际，感谢所有老师们的辛勤付出，感谢你们对每一个孩子的悉心呵护，成长的路上有你们真好。祝所有的老师们幸福安康，教师节快乐，教师节快乐。